海贼王1122话实锤索隆没有霸王色霸气，战斗中的黑色闪电全部来自光月玉田。当初在鬼岛屋顶对战最强生物凯多，索隆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，使出一招阿修罗9刀流王者系，给对方胸口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疤，也让凯多认为索隆具备霸王色霸气。不过当场就被索隆否认了。凯多是身经百战的顶级强者，他判断对方在战斗中使用霸王色，按理说是不会出现错误的。后来索隆对战露娜利亚一族的岩灾井，期间妖刀炎魔出来捣乱，释放武装色。当索隆征服炎魔时，周围的小兵都被震晕倒，也让岩灾镜判断索隆具备王者资质。不过尾田在公开最新一期的生命卡中，只强调索隆拥有武装色和见闻色霸气，是否具备霸王色只给出了一个问号。难道索隆真的还没有觉醒王者资质吗？可是他在弹头岛对战 CP0 的陆奇，砍倒对方之后，画面中出现了黑色闪电，还有在抗衡五老星内斯兽狼圣时，也出现了黑色闪电对碰的情况。索隆没有觉醒霸王色，黑色闪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在最新的海贼王1122话情报更新后，巨大机器人埃米特释放强大的霸气，一人对战所有五老星获得胜利。埃米特释放的霸气并不是自己具备的，而是乔伊波伊的霸气封存在他的体内而已。如此就能判定索隆是否具备霸王色了。他在和之国用黑刀秋水换来妖刀炎魔，正是当年光月玉田生前使用的配刀，可以吸收使用者的霸气，然后释放出来。凯多在战斗时察觉到索隆有霸王色，以及岩灾镜认定索隆也具备王者资质。他们察觉的有霸王色并不是来自索隆，而是妖刀炎魔中封存玉田身上的霸气。如果索隆当下确实还没有掌握霸王色，他距离世界最强剑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从赏金8100万的最弱七武海，到赏金19亿6500万的人气枭雄，为了洗白克洛克达尔，明哥和鹰眼当了垫脚石，雷利的战斗力也被拉低一个档次。为了寻找古代兵器冥王，老沙利用七武海的身份霸占阿拉巴斯坦。他让巴洛克工作室的人策划战争，还差点干掉草帽团的所有人。不过在对战路飞的时候，老沙与其他强者一样，犯下忘记补刀的错误，被赏金只有3000万的路飞打败，也让老沙被认为是最弱的七武海。在海底监狱再次遇到路飞，老沙主动要求入伙，也开启了洗白之路。从抵达马林范多那一刻开始，老沙的战斗力和人气就在直线上升。他主动攻击白胡子，却被路飞一脚踢飞，也牵扯出挑战过世界最强男人的往事。结果肯定是老沙完败，不过也能证明他的战斗力远远不止8100万。见到艾斯被提前处刑时，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。眼看艾斯就要被杀，老沙站了出来，2把沙刀干掉2名刽子手，保住了艾斯的小命。他还说了一句装逼又圈粉的话：老子不想看到海军得意的样子。明哥也在此刻用线切掉老沙的脑袋，却没有造成一丁点伤害，反而暴露出被老沙拒绝的糗事。两人经过一番交战，也未分出胜负。明哥拥有霸王色和果实觉醒能力，没打赢老沙，只能说他们的实力相当。见到路飞在战场上活跃，鹰眼表示不能忍，拎着黑刀叶就攻了过去。同样是七武海的慎平站出来阻挡，结果连鹰眼的一招都没有扛住。吃了快斩果实的达兹波尼斯也想阻挡鹰眼，被黑刀叶砍倒在地。最后还是老沙出手挡住了鹰眼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老子现在心情不好。”鹰眼很给老沙面子，没有继续攻击路飞，也是认可老沙能对战自己。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，鹰眼答应老沙的邀请，加入十字工会。可见在鹰眼的心目中，老沙并没比自己弱多少，有资格当合作伙伴。最能体现老沙实力的一场战斗，发生在20多年前，对手是怪物巴雷特。巴雷特在16岁的时候上了罗杰的船，当时能与年轻的雷利打成平手。得知罗杰生病之后，巴雷特主动离开罗杰海贼团，靠着强大的实力成为超级新人。在19岁那年，他遇到了20岁的克洛克达尔，两人爆发过一场战斗，结果是不分胜负。当年的老沙能与巴雷特有一战之人，也确实拥有当上七武海的资格。如此推算，老沙也应该有实力对抗雷利，这多多少少拉低了雷利的战斗力水平。战力能抗衡四皇大妈的4个老太婆，有人让黑胡子感到畏惧逃离九蛇岛，有人与大将绿牛交战也能全身而退。第一位贺婆婆，职位是中将，还是海军大参谋。贺婆婆也是罗杰时代的人，整天与卡普和战国混在一起，虽然没有展示过全部的战斗力，实力应该也属于最顶尖级别。她的习习果实有一个堪称 bug 技能，可以让坏人的心灵得到净化。拥有霸王色和果实觉醒的明哥，每次见到贺婆婆都是第一时间逃走。即便贺婆婆达不到4皇级别，也应该拥有接近海军大将的战斗力。第二位是雷利的女伴夏琪，上一任9蛇海贼团的船长，目前还没有关于夏琪的战斗场景，她的实力强弱也没有准确判断。当年雷利在香波地群岛登场，卡普评价雷利时透露出夏琪的战斗力，卡普认为夏琪是传说级别的海贼，即便是海军中的老将也不能完胜他。当时大将黄猿前往香波地群岛抓路飞，可见夏琪打黄猿也有一战之力。第三位是 Miss 巴金，曾经的洛克斯成员，也是白胡子的女朋友。神之谷大战爆发的时候，巴金就趴在白胡子的肩膀上，显得非常恩爱，而且她还是一位顶级大美女。CP0 司徒西就是巴金年轻时的模样，不过 Miss 巴金变老后也变丑了，而且还是一个追求财宝的老太婆。去抢夺白胡子的遗物时，她和白二世与大将绿牛爆发过战斗。事后我们知道白二世被绿牛抓走， Miss 巴金却没有受一点伤，
可见 Miss 巴金的实力并不弱，从绿牛手下逃走应该有准大将级别吧。第4位是普罗利欧萨，也就是女儿岛出现的杂婆婆。不要看她是一个丑老太婆，年轻的时候不仅漂亮，实力也很强。杂婆婆也是洛克斯的成员之一，还当过9蛇海贼团的船长。要知道，在女儿国有一个铁则，只有最强的人才有资格做一国之君。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，黑胡子带着2个小弟去抢夺甜甜果实，抓住汉库克的脖梗却不敢下手，听从雷利的建议后乖乖离开。黑胡子之所以放弃甜甜果实，除了雷利，还忌惮夏奇与杂婆婆。虽然这3个人的年纪大了，但实力却很强，黑胡子不走必定会战败。最强的自然系恶魔果实终于公开，吃了它就是海贼王中的第2强者。不过那颗果实已经被尾田彻底雪藏。自然系一直被认为是3系恶魔果实中最强的一种。在顶上战争时，3位海军大将都展示过自然系毁天灭地的力量。轻质的洞洞果实能将毁灭一座岛屿的海啸瞬间冰封，赤犬的岩浆果实不仅能燃烧火焰，还能让大地变成熔岩炼狱。最强的自然系果实到底是哪一颗，一直没有非常明确的答案。黑胡子吃下暗暗果实后曾说过，那就是最强的自然系恶魔果实，拥有世界上最凶恶的力量，可以吸收任何能量造成的伤害。一旦被黑胡子释放的黑暗元素触碰，能力者的恶魔果实也会失效。黑胡子靠着暗暗果实击败艾斯，从一个无名小卒晋升为七武海，对战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。单单从果实对拼来看，也占据绝对优势。不过暗暗果实不能让身体元素化，还会带来双倍疼痛，算是一大缺陷。赤犬当上海军元帅后，生命卡信息更新，也有了岩浆果实的详细介绍。相比超人系和动物系恶魔果实，岩浆果实拥有最顶尖的攻击力。从赤犬的战斗表现来看，岩浆果实的确拥有最强自然系的资格。对战受伤的白胡子没有太大劣势，被偷袭暴揍后也能重创对方。一个人对抗白胡子海贼团所有队长，也自信能将路飞的脑袋留下。不过在面对香克斯的时候太怂，被吓得脸颊流汗，一动也不敢动。艾尼路在空岛登场时，娜美就说过，响雷果实是最强自然系。从艾尼路的表现也能证明这一点。草帽团除了路飞被挨个秒杀，结合能覆盖整座岛屿的见闻色霸气，可以做到随时随地无死角打击。大招雷银的破坏力堪比远古兵器，只要一击就能将一座岛屿毁灭。如果武装色霸气不能抵御雷电，响雷果实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。好在路飞的橡胶对雷电有免疫作用，不然真不知道如何才能击败艾尼路。尾田曾在 SBS 中公布最适合草帽团的果实，索隆可以吃下鱼果实青龙形态，最适合娜美的恶魔果实就是响雷果实，那样她就会变成真正的天后女王，也会变成全世界攻击力最强的人。当然雷电攻击对路飞不会造成伤害。从此也能看出，尾田也认为艾尼路的响雷果实就是最强的自然系。不过艾尼路已经前往月球，响雷果实很难在剧情中出现了。不过尾田好像忘了，娜美不用雷电攻击也能把路飞按在地上摩擦。尾田公布最适合索隆的恶魔果实，3把配刀中的1把更有可能吃下那颗果实。当年在东海，索隆向世界第一剑豪鹰眼发起挑战，结果被狠狠虐了一顿，3把配刀也断了2把。他向路飞发誓，在打败鹰眼登顶最强剑豪之前，不会败给任何人。随后索隆来到罗格镇买刀，在武器店的角落发现妖刀3代鬼车，用一条胳膊为赌注将其彻底征服，同时也征服了武器店老板，免费得到了名刀学走。抵达阿拉巴斯坦后，索隆对战吃下快斩果实的达兹波尼斯，领悟到斩断钢铁的力量，击败达兹后战斗力也得到很大提升，闯入司法岛救罗宾。索隆的对手叫卡库，吃了动物系长颈鹿果实，陷入绝境的索隆开启诡计，一招9刀流击败 CP9 排名第2的强者。不过在对战秀恩的时候，索隆的配刀血走被秀秀果实腐蚀断裂。来到恐怖3维帆船后，索隆与自己祖先双月龙马的尸体战斗，打赢对方后获得了黑刀秋水，战斗力也得到了不小的提升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为了船长路飞，索隆向鹰眼下跪拜师。经过2年的学习，索隆的实力一定达到了深不见底的程度。在德雷斯罗萨对战大将鹏，嘴角被打流血，实力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可。用秒杀的方式击败明哥的手下皮卡，让众多强者为之震惊。来到和之国后，索隆靠着临时弄来的3刀流，又秒杀了超新星基拉。为了报答日和的一睡之恩，他答应将黑刀秋水归还给和之国，取而代之的是玉田的配刀研磨，是一把会擅自释放霸气的妖刀。靠着妖刀研磨对实力的提升，索隆在鬼岛屋顶砍伤世界最强生物凯多。在与岩灾镜的对战中，被逼入绝境的索隆彻底觉醒霸王色霸气，砍断镜的一条胳膊，登基地狱之王，赏金也达到111100万贝里。此时的索隆也应该接近大将级别，但相比鹰眼还有一定的差距。想要击败鹰眼登基最强剑豪，索隆有2种方式可以提升战斗力，一是学会顶级强者才会的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外加打造出一把黑刀；另一种方式是吃下一颗恶魔果实，靠着果实的力量来提升战斗力。尾田在 SBS 中公布过，草帽团的非能力者最适合吃什么恶魔果实，娜美最适合吃响雷果实。变成雷电女王之后，或许是海贼王中最强的人。索隆最适合吃幻兽种青龙果实，也就是世界最强生物凯多的果实。同时尾田还说了一句，如果刀比索隆更早变成龙，一定是非常有趣的情况。这
这是否意味着在未来索隆的3把佩刀会有一把吃下恶魔果实呢？龙身上的谜团终于全部揭晓，亲口说出自己的恶魔果实能力。路飞的老妈长得并不是很好看。随着暴君熊的回忆完结，龙的往事也逐渐清晰。第一个就是龙脸上的图案到底是什么？首先可以确定并不是卡普的鞋底印，因为龙不像路飞那样叛逆，他按照卡普的意愿成为一名海军，不过在那里看不到想要的正义，才选择从海军离开。为了推翻天龙人的统治，创建了革命军。奥哈拉被屠魔令毁灭之后，龙去祭奠三叶草博士，遇到贝加庞克。当时龙的裤子上有一种特别的图案，与现在脸上的花纹一模一样，那个图案很可能与义勇军有一些关联，代表着他要推翻天龙人的决心。第二个谜团是龙的恶魔果实是什么？当年在罗格镇出场，龙用一道闪电命中巴基，将路飞从处刑台上救下。随后天空中下起暴雨，之后又用一阵狂风护送草帽团安全出航。结合革命军的所有人都戴着护目镜，推断龙吃了自然系风暴果实。在海贼王漫画1099话中，龙给自己传起的名字用德文翻译是暴风，而且龙还告诉熊让命运之风自由吹拂，可见龙就是风的操控者。第三个是龙的老婆，也就是路飞的母亲是谁？曾经有海米推测路飞的母亲是天龙人，龙身为海军与他相爱，因为身份之间的差异，路飞的母亲丢掉性命，龙才决定对抗天龙人。现在我们知道龙参加过海军，但在他离开海军之后，路飞才降生于世，可见龙是在壮大革命军的过程中才遇到路飞的老妈相爱生子。而且尾田也在公开场合说过路飞的母亲，可以确定他目前还活着，具体什么时候出场以及会不会出场都还没有准确的定义。不过尾田还说了，路飞的母亲不会很漂亮，而且性格也非常暴躁，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，只要路飞不听话就会狠揍一顿。从这段描述来看，东海的山贼达旦与路飞母亲的形象很接近，而且路飞从小就跟在达旦身边，也可以说达旦就是路飞的养母。随着龙身上的谜团慢慢揭晓，路飞的母亲出场也应该不会太远了。目前龙身上还有一个谜团，就是他的悬赏金到底有没有50亿？被吴老星认定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罪犯，龙的赏金也绝对不会低，很可能会接近罗杰和白胡子，拥有不低于50亿贝利的悬赏金。盘点海军王卡普的所有核心能力，霸王色缠绕和见闻杀只是标配，最强的霸气外放目前只有他一人会用。第一技能霸王色缠绕，当年卡普的生命卡资料公开时，并没有标明他拥有霸王色霸气。作为海军中最强的人，拥有匹敌罗杰的战斗力，卡普拥有霸王色是必然的。在漫画1080话中，卡普闯入蜂巢岛，一招银河冲击几乎毁掉一座城镇，也向所有人证实他拥有霸王色，而且霸王色缠绕攻击的破坏力也是最顶级的。第二技能强悍的武装色霸气，卡普拥有铁拳的称号，也是他拥有强大武装色霸气的最好证明。对战赏金5亿贝利的铁头功大师青椒，卡普提前用8座大山练拳，仅用一拳就打平了青椒的脑袋，用8座大山练拳显得毫无意义。还有在顶上战争，卡普见到马尔科偷袭处刑台，又是一拳将其打飞。马尔科拥有超强的恢复能力，黄猿的大招8尺琼勾玉都不能对他造成伤害，白胡子的后事都处理完了。马尔科被卡普打伤的头依旧缠着绷带。路飞从小吃着卡普的爱之铁拳长大，才拥有了堪称无敌的抗击打能力。第三技能超强的海军六式，都说海军六式中的铁块属于坑人的技能，使用的时候越帅凉凉的就越快。卡普没用过铁块，只用过六式中的铁，在七水之都打路飞时用过，在蜂巢岛对战前海军大将青雉也用了一次，几乎达到了瞬间移动的效果。如果在顶上战争，卡普使用剃去拧赤犬的脑袋，战国或许也无力阻拦。第四技能见闻杀，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官方公开香克斯拥有非常稀有的技能见闻杀，是一种让敌人的见闻色失效的技能，即便能预见未来也使用不出来。青雉在马林范多对战白胡子的时候，使用过见闻色预见未来技能，提前将身体元素化，躲开了已经附着武装色的从云切攻击。不过在对战卡普的时候，青雉并没有探查到卡普的下一步动作，被卡普一巴掌按住脑袋，吃了一招海底落下惨败。是否可以说卡普使用了见闻杀，才让青雉无法预知未来躲避攻击？第五技能霸气外放，作为自然系能力者，将身体元素化躲避攻击是一种常态。不过青雉在对战卡普的过程中，自始至终都没有将身体元素化，前期被卡普按住脑袋，是卡普用了武装色导致青雉不能元素化。当卡普把青雉打到地面之下后，依旧没有见到他将身体变成冰块，而且青雉身体的周围一直围绕着黑色闪电。是否可以说卡普能将霸气外放，不用接触也能让自然系不能元素化？如果让卡普和香克斯来一场战斗，双方的技能谁会更强一些呢？卡塔库利的真正战斗力公开，天赋和技能不输任何海军大将。黑胡子对他的评价果然没有错，在所有皇父之中，卡塔库利的赏金不算高，只有10亿5700万，不仅比13亿900万的岩灾境低，甚至还没有刚当上皇父的索隆高。不过卡塔库利算得上六边形战士，对三色霸气的修炼都是高水准，武装色霸气没达到流鹰层级，也比当年路飞的武装色硬度高。见闻色不像红发那样掌握见闻杀，也能达到短暂预见未来的水平。
很小的时候便觉醒了霸王色霸气，应该还没有掌握最顶尖的霸禅攻击。在所有的海军大将之中，目前只有从大将升职为元帅的战国拥有霸王色，赤犬青雉以及黄猿都未确定有霸王色。这一项天赋明显不如卡塔库利，对超人系诺诺果实的开发也非常完美，甚至一度被认为他吃了自然系，也将果实开发到了觉醒状态。当年只有4档的路飞被他完全吊打。虽然被开挂的路飞击败，但从路飞疑惑的眼神来看，未必是卡塔库利真的输了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当卡塔库利出现时，红发海贼团也颇为惊讶，而且卡塔库利的见闻色预见未来，对战歌之魔王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，不过却遭到了香克斯的调侃。见闻色预见未来可不是他一个人会，可见在香克斯看来，卡塔库利是一位强者，但还算不上顶级水平。在所有的皇父之中，也只有卡尔一个人展示过见闻色预见未来。马尔科和镜对霸气的修炼不算强，溪流太依赖果实，霸气修炼也不会强。索隆刚刚觉醒霸王色霸气，对见闻色的修炼也未展现出很强的水准。本贝克曼据说拥有4皇级别的水准，也拥有不输任何大将的霸气修炼。可是，在对抗基德海贼团时，他询问香克斯是否看到了不得了的未来。难道说本贝克曼的见闻色不如卡塔库利，还没达到预见未来的水准？黑胡子对卡塔库利的评价特别高，也认定他拥有大将级别的水准。为了解读路标历史正文，黑胡子派遣范奥卡和亲自闯入蛋糕岛，目标是将三眼族的布林抓回来，利用他的觉醒能力解读古代文字。当时大妈带着半个海贼团在河之谷，只有卡塔库利和克利架在蛋糕岛。黑胡子让亲自前往，也是认定卡塔库利很强，只有亲自才能与之抗衡。如此来看，卡塔库利是否拥有抗衡海军大将的战斗力呢？战国与鹤婆婆去蜂巢岛支援卡普，鹰眼和老沙加入 One Piece 争夺战。萨博躲过天王的攻击，回到革命军基地公开伊姆真容。海贼王1082话超详细情报已经更新，标题是去拿下 One Piece 吧。本话的开篇是一则报纸信息：海军替补被民众杀害，换取十字工会的赏金。战国与鹤婆婆在讨论替补被杀害的事情，也强调十字工会的威胁越来越大。随后战国询问提奈卡普去了哪里，他想让卡普尝尝新口味的烤年糕片。提奈告诉战国，卡普已经离开基地好几天，据说是去救克比了。而且 Sword 队部中的孔雀也和卡普在一起，应该也去了蜂巢岛。战国与鹤听到后表现得非常震惊，不出意外他们会去蜂巢岛支援卡普。画面转到十字工会所在的卡莱巴里岛，巴基正在给杀害屁股的人发钱，十字工会的海贼船也在建造中，船头是巴基的头像，因此巴基又被鹰眼揍了一顿。老沙告诉鹰眼，他想利用十字工会完成理想乡计划，打造一个军事化国家，不会受到任何势力的威胁。鹰眼给老沙提出了一个建议，建造理想乡还需要招募更多的强者才能实现。听完老沙的计划后，巴基立马站出来反对。他回忆起与香克斯的往事，当年罗杰被处刑后，香克斯邀请巴基当伙伴，并告诉巴基自己不会找 One Piece。其实巴基很希望香克斯能继承罗杰的事业，成为下一个海贼王。巴基很清楚自己不是香克斯的对手，也放弃了去找 One Piece 的梦想。回忆过后，巴基告诉鹰眼和老沙，他与香克斯的称号一样，也要去当海贼王。老沙和鹰眼听到后立马表示反对，他们不想对抗香克斯、黑胡子以及路飞。不过巴基却告诉老沙和鹰眼，当海贼王不需要打败他们，找到 One Piece 就可以。就在此时，巴基拿起电话重向所有人宣布，他即将参加 One Piece 的争夺战。十字工会的人听完非常兴奋，看来鹰眼和老沙不得不与四皇展开战斗。难道真的像海米推测的那样，巴基曾经说要当海贼王的牛皮要成真了？画面转到革命军的基地，军队长们见到萨博安全归来，表现得非常高兴。萨博告诉同伴们，在天王抵达露露西亚王国的时候，他已经乘船离开了，天王的攻击并没有对他造成伤害，露露西亚王国的居民也很安全。随后萨博带着军队长们来到会议室，他告诉龙会把发生在玛丽乔亚的事情全部说出来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萨博看到伊姆的模样也会公开了。被4位赏金10亿海贼轮番锤的四皇大妈，20年前与罗杰交战暴露出真正的战斗力。大妈的小时候非常悲惨，因为吃得多被亲生父母遗弃，来到羔羊之家的生活还算幸福，不仅能吃饱，还有小伙伴一起玩耍。自从认识路飞之后，大妈在挨揍的路上一去不复返。当年路飞带队逃离蛋糕岛，大妈对着桑尼号一顿猛攻，好在圣平站了出来，用梅花谷挡住拿破仑的攻击，自己也跌入大海之中，重新回到桑尼号上。圣平用出愚人空手道的奥义将大妈打出桑尼号。鬼岛决战爆发后，大妈与圣平再次爆发战斗，又被锤了一顿。这次圣平有罗宾帮忙，一人用过肩摔，一人让大妈滚出会场外。当时圣平的赏金还是4亿8300万，但战斗力已经配得上11亿贝里。刚刚抵达和之国那会，大妈带来了半个四皇团顺着瀑布登岛，赏金13亿9千万贝利的岩灾镜，直接来了一记2踢脚，踹翻 Big Mom 海贼团的海贼船。大妈本人也顺势跌入大海之中，好在没有被海水淹死，漂流到海岸上，成为乔巴解救路飞的工具人。来到和之国的兔碗监狱，大妈为了一碗红豆汤，将整个监狱摧毁殆尽。赏金13亿2千万的异灾奎因变成恐龙形态对战四皇大妈，结果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好在奎因使用从天而降的招式，用脑袋撞脑袋，
激烈的碰撞过后，大妈的记忆得到恢复，也陷入了昏迷之中。奎因趁势给大妈做麻醉，用海楼石锁链捆绑住，马不停蹄送到凯多的府邸。在鬼岛遇到大妈之后，马尔科与佩罗斯佩罗的楚鬼联盟瞬间瓦解。随后双方爆发战斗，马尔科的蓝色火焰能轻松打伤霍米兹，即便大妈趁马尔科一时大意抓住他的脖颈，却表示没有能力将其杀掉，还企图让佩罗斯佩罗来帮忙。见到大儿子被2位毛皮族打倒在地，大妈一把将马尔科摔了出去，一个人朝着会场内前进。一位堂堂的海上皇帝，居然在赏金13亿7400万的海贼面前认怂了。早在20多年前，罗杰在寻找历史正文的时候，与四皇大妈有过战斗，具体的战斗场景没有公开。事后罗杰说了一句：“从玲玲手中抢到一块，有一种哥哥打小妹妹的感觉。”这句话也透露出，在罗杰心目中，大妈算不上真正的强敌，相比白胡子这样的顶级强者，还有非常大的差距。结合大妈与圣平、岩灾镜、奎因和马尔科对战情况，说大妈是最弱四皇也很合理，不过会比巴基大神强一些吗？6位超人系果实觉醒者排名确定，卡塔库利会见文色预见未来才第3，霸王色拥有者基德居然是最弱的一人。第6名是此果实能力者基德，也是一名霸王色拥有者，却没有在战斗中使用过。经过鬼岛一战，基德联手罗击败四皇大妈，赏金涨到30亿贝利。不过基德的战斗力配不上他的赏金，在埃尔巴夫遇到红发海贼团，企图发动大招主动攻击，却被香克斯一招霸王色缠绕神臂秒杀。目前海贼船也被香克斯毁掉，基德和基拉是否还活着也不确定。第5名是特拉法尔加罗，手术果实能力者，对战多弗朗明哥时，罗表现出的战力并不强，胳膊被砍掉一只。如果不是路飞出场救人，罗的小命铁定会留在德雷斯罗萨。进入和之国对战凯多的百兽海贼团，罗已经达到果实觉醒状态，打四皇大妈表现得非常优异，赏金也涨到了30亿贝利。后来对战四皇黑胡子海贼团，一度用觉醒能力重创黑胡子，可惜最终还是战败。不过从表现上看，罗明显比基德强一点点。第4名是多弗朗明哥，现现果实能力者，一个看似很废柴的恶魔果实，硬是让明哥拥有了准大将水准，不仅有笼罩整个岛屿的大招鸟笼，还有很不错的疗伤能力。明哥还拥有霸王色霸气，只不过还没掌握霸王色缠绕攻击。明哥对武装色和见闻色的修炼不强，距离大将还有一些差距。第3名是卡塔库利，诺果实能力者，一直有海迷讨论卡塔库利和多弗朗明哥谁更强一些。当年明哥开启现果实对战4档路飞，场面上可以说是5-5开。卡塔库利开启诺果实觉醒，结合见闻色预见未来吊打路飞，即便路飞获胜之后，也是一脸疑惑的表情，不敢相信能击败对手。甚至有海米认为，卡塔库利之所以倒地，是主动输给路飞的。第2名是黄金地泰佐洛，金晶果实的能力者。泰佐洛曾经是天龙人的奴隶，后来从明哥手中抢走金晶果实，并将果实开发到了觉醒状态，拥有世界上20%的财富。对战草帽团的时候也是占据优势，以几乎秒杀的方式击败索隆。不过泰佐洛不是主线人物，战斗力不好评定，应该是大将水准。第1名是巴雷特，合体果实能力者。16岁的巴雷特与年轻雷利战斗，据说是不分胜负，实力不输大将。从海底监狱逃出来后，巴雷特已经将合体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，对战超新星也是完全碾压一拳一个，还拥有非常强大的霸王色。从海军出动藤虎和黄猿2名大将来看，巴雷特的实力应该在4皇之上。在吴老星的心目中，马尔科真的达到4皇水平了吗？小时候的马尔科非常幸运，不仅吃下了稀有的幻兽种不死鸟果实，还有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陪伴着自己提升实力。曾经与雷利有过交战，被一指禅教做人后，实力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可。顶上战争的前半段，马尔科没有固定的对手，更像是在打游击。见到黄猿攻击白胡子，他飞过去挡住8尺琼勾玉，紧接着一脚踹飞大将黄猿，两人没有后续战斗，谁更强也不好说。见到青雉用冰刀攻击路飞，马尔科又飞了过去，一脚踹飞大将青雉。不过在偷袭处刑台的时候，马尔科结结实实挨了卡普一拳。从小马哥无奈的眼神能看出，他与卡普的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级别。见到艾斯丧命之后，马尔科联手比斯塔攻击赤犬，却忘记使用霸气，不仅没有对赤犬造成任何伤害，反而被嘲讽不会使用武装色霸气。随后马尔科带领白胡子海贼团众多队长护送路飞顺利逃离马林饭多，也没能挡住赤犬继续追杀路飞。他的实力相比4皇级别的赤犬有很大差距。顶上战争之后，吴老星分析世界局势，一度认为马尔科拥有顶替白胡子的实力。不过在与黑胡子海贼团决战时，马尔科一方惨败，也没展现出4皇级别的实力。连马尔科自己也说了，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是他们无法企及的对手。来到和之国帮路飞对抗百兽海贼团，马尔科一脚踹飞 Big Mom 的海贼船，随后与4皇大妈单挑，
用蓝色火焰轻松打伤霍米兹。即便大妈抓住马尔科的脖颈，也表示出不能在此刻杀掉他。来到凯多的城堡，马尔科帮助索隆登上屋顶，紧接着单挑2位大看板。岩灾镜和异灾奎因都是赏金超10亿贝利的强者，战斗中也没有体现出优势。镜虽然砍掉了马尔科的一只翅膀，却没能对马尔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最后马尔科体力耗尽，硬生生拖到海贼王的双翼索隆和山治登场。马尔科的赏金虽然没有岩灾镜高，但实力方面显然要高出对方一筹。路飞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后，香克斯也带着海贼团来到和之国近海，他再次邀请马尔科加入自己，这也是香克斯第2次邀请对方当伙伴。虽然马尔科还是拒绝了，也能看得出来香克斯是多么认可他的战斗力。黑胡子海贼团战斗力最弱的成员公开，一招没有出被秒杀3次，居然还想着干掉卡普。要问黑胡子海贼团最弱的人是谁，很多人会认为是巴沙斯，他能当上1号船的船长，绝对是因为拍了黑胡子的马屁。当年在巴拿马岛遇到艾斯，巴沙斯抱起一座房子扔了过去，被艾斯一记火拳化成灰烬。黑胡子还特意强调他不是艾斯的对手，陪同黑胡子来到推进城开招聘会，遇到麦哲伦后吃了一招毒龙被秒。如果不是溪流送来解毒的药，黑胡子海贼团会彻底留在海底监狱，去顶上战争抢夺阵阵果实。黑胡子率队与元帅战国爆发战斗，巴沙斯又站了出来，他想攻击战国给自家船长帮场，结果被卡普一拳头从空中击落，挨打后一脸茫然不敢说任何话。2年后，巴沙斯在德雷斯罗萨登场，抢夺烧烧果实失败后，他把目标改为橡胶果实，打算偷袭不能使用武装色霸气的路飞，不料被萨博及时赶到一脚踹飞。随后巴沙斯用艾斯的事情激怒萨博，又被一招火焰龙王差点打死。出场后一直被秒的巴沙斯确实够弱，不过黑胡子海贼团还有一个人，他的表现比巴沙斯更加弱一点。这个人就是巴斯克乔特，外号大九，是黑胡子从推进城招募到的强者。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，乔特跟着黑胡子一起去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，本想着抓住汉库克享受一番，不料被汉库克直接变成了石头雕像。如果不是雷利让汉库克解除果实能力，乔特的命多半会丢在九蛇岛。1年前，在某座无名小岛，乔特和圣胡安二郎一起遇到了前海军大将青雉，应该是乔特一行人惹怒了对方，被青雉直接秒杀，冻成巨大的冰雕。好在黑胡子带人及时赶到，才让青雉释放了乔特与饿狼。当拉斐特向黑胡子提议干掉青雉，抢夺洞洞果实来提升战斗力时，青雉再次使用洞洞果实，乔特又是瞬间被冰封，失去战斗力。如果不是黑胡子向青雉道歉，乔特即便能保住小命，也得落得个残疾。不要看乔特一招没出就被秒杀3次，他居然有干掉英雄卡普的野心。卡普去蜂巢岛救克比，黑胡子海贼团负责留守的人之中就有乔特。他见到卡普毁灭一座城镇，并没有害怕，反而露出了一副阴险的表情。从卡普能一招秒杀青雉来看，即便是黑胡子本人到场也不是对手。乔特想把卡普留在蜂巢岛，一定是打算用什么险恶的方式，还是希望卡普能救走科比安全离开。被黑胡子海贼团围剿确实会有危险。凯多战败之后留下的未解之谜，顶上战争想救白胡子，贬低过卡普的战斗力。打武当状态下的路飞并没有使用全力。第一个是凯多与红发有没有爆发战斗。顶上战争爆发之前，凯多和镜本想去马林范多凑热闹，却被香克斯带着手下阻止。具体的战斗经过并没有公开。从红发团全员无伤来到马林范多，应该是凯多和镜被击败了。也有海米推测是香克斯发动了面果时，凯多也不得不给一个面子。红发海贼团与凯多的交手时间不长，应该没有爆发激烈的战斗。第二个是凯多为何骂白胡子无能。得知白胡子在马林范多战死后，凯多居然发怒说白胡子无能，像是在责怪他没能活着离开海军基地，也没有将艾斯安全救出来。难道说当初凯多和镜要去顶上战争，目的是帮助白胡子救艾斯吗？凯多的梦想是让全世界爆发战争，应该不会有救白胡子这种想法。第三个是凯多为何贬低卡普的实力。在鬼岛屋顶对战路飞的时候，凯多认可路飞是能与自己搏命战斗的人，与之同时还强调罗杰和洛克斯等人也拥有能和自己决斗的实力，其中却没有英雄卡普。难道是不认可卡普拥有击败他的战斗力吗？凯多虽然被海军多次抓捕过，都是一个人挑战整个海军部队，对手应该是赤犬和黄猿这些人，轮不到卡普和战国等老资格出手。凯多说能与自己决斗的人中没有卡普，应该是没有与卡普正面战斗过。第四个是凯多到底是不是鬼族？凯多所属的种族一直没有确定，头上长着2个犄角应该属于特殊种族。他与小时候的大河对话时提到，强大的鬼族不可能与人类做朋友。难道说凯多真的来自于鬼族？大河的母亲或许也是鬼族的成员吗？第五个是凯多打路飞为何没用果实觉醒？在弹头岛事件中，
CP0的陆奇和卡库都掌握了动物系果实觉醒能力，不过凯多在对战路飞的时候却没有使用最强的果实觉醒状态。凭借凯多对恶魔果实开发的天赋，将鱼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很轻松。凯多之所以没有使用觉醒能力，要么是觉得打路飞不需要使用底牌，要么就是对路飞放水了。他想看看路飞到底会不会成为乔伊波伊。凯多经历过非常悲惨的童年，也期待太阳神妮卡拯救世人的故事会成真。